汉奸被路飞邀请过的22位伙伴，有13人都拒绝了加入草帽团。成功上船的9人，我们全认识，他们每一位都是路飞用命换来的。而没有接受过路飞邀请的人，你知道都有谁吗？第一位卡蒙，千万别小看眼前这个老头，他的魅力就连巴基和路飞都为之疯狂。两人曾邀请过卡蒙大叔加入各自的海贼团，但卡蒙大叔不愿放弃岛上的这群小动物，所以拒绝了2位四皇的上船请求。这牌面这和红发有一比了。第二位库洛卡斯，他曾是罗辑海贼团的船员，同时还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，也因此路飞当时知道他的身份后，试图邀请他乘上自己的船，可惜没能成功。库洛卡斯以年纪大为由拒绝了路飞的好意，他现在只想过当家的生活。第三位阿比斯，这是一位动画组原创的角色，路飞也有邀请过他加入草帽团。虽然对方还只是个小孩子，可他的消化果实能力却非常实用，可以听懂一切动物的话语。不过我们的乔巴医生也具备这种能力。第四位薇薇公主，这是唯一一个被全体草帽团极力邀请的人，可惜的是薇薇公主最后也没能上船。当年很多海迷都觉得挺遗憾的，但是在未来我觉得她还是有可能成为第10位伙伴的最佳候选人，草帽团永远给她留一个位子。第5位冰山，作为弗兰奇的同门师兄，冰山的造船技术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。路飞原本是打算让冰山大叔当自己的船将，然后和自己一起出海冒险，奈何对方身份特殊，是水之都深受民众爱戴的市长，况且一本正经的冰山就算上了船，也难和路飞一行人打成一片，所以还是弗兰奇更合适。第6位多克特尔库雷哈，乔布的老师多克特尔库雷哈也是个医术高超的名医，当时的草帽团正好缺个船医，于是路飞轻轻地喊了一句：“老婆婆，成为我们的伙伴吧。”结果换来的却是一个大逼斗。多克特尔库雷哈对海贼没有兴趣，对于大海更是如此，所以他非常果断地拒绝了路飞的邀请。第7位独角兽和第8位树精，在恐怖3鬼帆船篇，路飞看到独角兽和树精在喝酒，感觉非常神奇，于是就下定决心要把2人强制带上船，但是遭到了索隆和山治的拼命阻拦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心里是100个不愿意。第9位警卫门，路飞曾经邀请过他的屁股上船，没错，仅希望只有下半身的警卫门当伙伴，后面恢复全身的他就对路飞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了。但是他要是能上船更好，缩血挂加复活甲，凯多都打不死的男人，加入草帽团直接就是最强辅助，先让警卫门替扛一波敌人的输出，接下来路飞就打得能相对轻松一些了。第10位波斯，这是一只体长超过3米的巨型独角仙，还拥有喷火的特殊能力。由于路飞从小就对昆虫非常感兴趣，所以在他降服波斯之后便发出了邀请，希望对方当自己的伙伴。说是成为伙伴，实际上只是想以后能有个免费的航空座驾，没等路飞经济得逞，就被波斯的主人阻止了。第11位艾斯和第12位萨博，在四兄弟还没出海的时候，小路飞就曾多次邀请2个哥哥日后能出海当自己的部下，大家都是有成为船长的梦想，所以艾斯和萨博很果断的拒绝了。后来在阿拉巴斯坦篇，路飞又一次提出让艾斯上自己的船，但还是没能成功。第13位大河，一开始大河就提出了要加入草帽团，可路飞并没有答应。经历了鬼岛一战后，路飞才把大河当成真正的伙伴，也终于承诺带他一起去大海上冒险。但此时的大河却又不愿意走了，他想继续留在河之国守护这里。虽然现在没能上船，但不排除未来还有机会，毕竟慎平也是被路飞邀请了2次，才最终成为了草帽团的一员。草帽团和红发团的最终对位公布，首先是副船长之间的对决，贝克曼 vs 索隆。贝克曼虽然是个花花公子，但实力却能与红发比肩，他有很高的战斗智商，霸气可以威胁到海军大将。现在的索隆有研磨在手，但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日后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或许有很大的概率打败贝克曼。乌索普 vs 耶稣布，父子之间的大战。耶稣布和乌索普都是各自海贼团的狙击手，同时也是父与子关系，两人的交手应该不会受到感情的影响。乌索普一定会全力以赴，向父亲证明自己已经成为了勇敢的海上战士。山治 vs 拉基路，厨师之间的战斗。作为红发海贼团的肉盾兼3把手，按常理来讲，拉基路的对手应该是慎平，但职位不同，所以他和山治交手更合适一些。拉基路的攻击方式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肉球，来回滚动撞击敌人，并且速度很快。当然，山治也不是吃素的，领悟魔神风酒的他还是有能力应对拉基路的。小巴 vs 本乡，顶尖传医的对决。本乡的医术也很高超，但更擅长拆分武器，任何装备到了他的手里都会被瞬间拆解破坏掉。但是乔巴没有武器，所以这个技能对他是无用的。那么两人大概率最后会用医术来分胜负。娜美 vs 斯内克，航海士之间的较量。这场战斗感觉娜美有点悬，虽然他有宙斯的辅助，但斯内克的杂技人刀流和踢技可不好对付，并且对方的武装色防御也很强。娜美想要打赢他，必须要开挂了。布鲁克罗宾 vs 宾治孟什达，史无前例的混合双打。合着过片，布鲁克没升级也没获得新武器。如果与红发海贼团的这对音乐家组合战斗，只有输，所以布鲁克和罗宾或许会再次合作，像鬼岛大战那样，两人会相互配合战胜光头和猴子。弗兰奇 vs 嘎布，力量型选手的碰撞。嘎布可以从嘴里释放出咆哮攻击敌人，破坏力非常强，同时他的力气也很大。目前版本的弗兰奇将军估计很难顶得住嘎布的疯狂输出。慎平 vs 莱姆琼斯，莱姆琼斯的能力还是有些棘手的，他拥有可以击落子弹的敏捷身手，
武器是一把缠绕电击的棍子，并且还擅长类似月步般的能力，应该会给神平造成一些不小的麻烦吧。最后就是路飞与红发之间的较量，在前几期的漫画里，红发提到自己准备抢夺 One Piece， 那么也就意味着和路飞确定为对手了。海贼王只能有一个，所以两人必定会打起来，他们之间的战斗应该会非常精彩。陆琪凭什么能跟五党路飞对决？2年前被吴老清抹杀的他，又是怎么当上 CP0 的？陆琪从小就被冠以800年一遇的天才之称，在同时期训练的伙伴里，他的年纪是最小的，但成绩却是最出色的。13岁时就被世界政府破格选入 CP9， 但陆琪却是个比赤犬做事还要极端的人。他奉行黑暗的正义，在陆琪看来，弱小的人是不配活着。之后在司法岛一篇，他遇到了一生中最强的对手路飞，两人展开了数十个回合的较量，打得难解难分，但最终还是路飞赢下了这场战斗。由于 CP0 任务失败，导致世界政府颜面尽失，于是陆琪等人遭到了海军的追捕。在布鲁诺的果实能力下，众人逃离了司法岛，并带着重伤的陆琪和卡库来到了医院。为了给他俩治疗身体， CP9 众人开始在街头卖艺，凑齐看病的费用。昏迷数日的陆琪在医生的救助下苏醒了过来。出院后的陆琪与医生们握手道别，没想到以杀戮兵器之称的陆琪也会感恩。为了庆祝陆琪康复，伙伴们用剩余的钱带着他在城镇上消遣。就当众人娱乐的时候，港口来了一群名为塘沽海贼团的海贼。陆琪赶到现场，他一脚踢飞了船长。CP9 的众人也冲上去教训了这群海贼。由于动静闹得太大，引来了海军。陆琪和伙伴们坐上抢来的海贼船离开了城镇，他们回到了故乡，也就是童年时一起修炼的地方。但是海军也跟来了，面对重重包围， CP9 众人摆好了战斗姿势。与此同时，在远处某个岛屿的病房里，正在疗养的斯潘达姆接到了电话，是陆琪打来的。他已经解决了所有前来追捕的海军，并扬言告诉对方自己一定会回去的。陆琪说到做到，他不仅重新回到了世界政府，还当上了 CP0 的老大。不过陆琪被路飞打败后的2年里并没有学乖，仍然奉行黑暗的正义。在世界会议篇，陆琪一脚踢飞了想要帮助白星公主的老蔡和雷欧，并声称天龙人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自己就是他们的狗。所以在吴老星看来，陆琪的回归只会对他们有利，毕竟有这么一个忠诚又强悍的部下在身边，绝对可靠。她是个值得利用的妻子。在消失的2年里，陆琪连果实觉醒都掌握了。要知道，目前动物系的觉醒能力者还是非常少的。白兽孩子团除了凯多以外，连3灾都没觉醒果实能力。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，陆琪的天才称号不是白叫的。他现在的实力绝对达到了海军大将的水准，所以陆琪能和五党路飞对决，是真有那个实力。草帽团除了路飞和索隆，其他人恐怕仍旧不是陆琪的对手。凯多有3灾，大妈有3将星，那路飞的3大战力应该叫什么？有人说是草帽团3翅、花翅、鹿翅和鱼翅，也有人叫他们吉祥3宝，其实也没毛病，但我个人认为叫海陆空更合适。作为鱼人族的慎平，擅长水中作战，在海里可发挥出比陆地上更强大的力量，这就是鱼人在海中的天然优势。而山治通过月步可以在空中战斗，草帽团无法防备的空中就由山治保驾护航。至于索隆，先前他与劲或地琼斯的战斗就把自己的短板暴露了出来，不适合对付空中的敌人，也不擅长海中作战，只适合在地面与敌人对决。所以草帽团的3巨头称号叫海陆空更搭。巴基狗到了4皇，他的手下也必须要有个霸气的统称，才能对得起现在的身份。亚尔丽塔和3哥毫无疑问是巴基的左右手，跟他们船长一样具备霸王色运气。而巴基海贼团的那头狮子曾经可是打败过摩奇卡巴吉，所以他的实力定位与3哥亚尔丽塔一样是高级干部，正好叫做幸运3神更合适。而白胡子海贼团的3大战力应该就叫做3队长吧。1队长布斯鸟马尔科，2队长火旋艾斯，3队长钻石乔斯。称号虽然平平无奇，但实力却无可匹敌。至于黑胡子海贼团，以目前的剧情来看，3位干部应该是溪流、恶政王和巴基斯，他们曾经可都是恶贯满盈的坏蛋，3大恶王的称号就比较适合黑胡子的3主力。红发海贼团除了耶稣布这名优秀的狙击手，另外2位干部也都是配备枪械的高手。贝克曼曾用手里的来福枪压制过黄云朗斯，而拉杰路当年也用手枪干掉过山贼王的得力手下，所以他们就做3枪手。至于红发海贼团的地位怎么排，上传顺序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黄原革命军卧底的身份真坐实了，潜伏海军20年，该收往回革命军总部了。当年在香布地群岛的时候，黄原踢索隆的脚迟迟不敢落下，那条腿抬了足足2级，只为等雷利赶来配合演戏，好让少主能顺利逃脱海军的包围。等剧情来到顶上战争之后，黄原又屡屡暗中保护少主，看到路飞被赤犬盯上的时候，一脚将他踢到慎平的身上，在路飞最虚弱的时候，又一脚踢到了白胡子的手上，2次都把路飞踢到最安全的地方，明摆着是不给海军创造干掉少主的机会。随后路飞拿出钥匙救艾斯的时候，黄原的雷射激光明明可以一发爆头，却偏偏只是精准射断了钥匙，这怕不是就差把卧底2个字写在脸上了。
当路飞当上第5皇的时候，赤犬就坐在黄云面前，可他看到路飞15亿的悬赏金，仍旧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嘴角露出了姨母般的笑容。此刻他比路飞的亲爹更自豪。或许尾田觉得黄原的卧底身份暗示的还不够，又亲自公布了一张漫画彩页，直接证明了黄原的真实身份。把图片放大3倍后，黄原居然没有跟海军站在一起，而是凑到了龙和伊万科夫的身边。这类人可都是革命军，黄原这么光明正大的开眼，真的好吗？而在前几期的漫画里，贝加庞克和龙对话的时候提到了海军之中有他值得信任人，这明显说的就是蒙奇帝荒原，毕竟他可是负责统帅真藤丸率领的海军科学部队。从和平主义者自到赤天使，这2款战斗机器人的镭射激光恐怕都是黄原提供给贝加庞克的。当初和龙说好的卧底3年，结果3年又3年，一不小心升到了海军大将，如今是时候收手了。